非有消息，日本的拉链航空准备大力扩展机队。有消息说，它将引进10架波音787-9客机。拉链航空是日本航空的子公司，当前所有的8架787-8都是从日航调拨的，因此这10架787-9也可能全部从日本航空转移而来。拉链航空是远程廉价航空公司，它为波音787-8配备了290个座位，主要投放在美国和东南亚航线上。拉链航空不提供免费的餐食，也没有免费的托运行李额度，但机票相对便宜，它依靠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。全球的远程联航大多混得不好，但是拉链航空与他们不同。拉链航空最大的特点是座位要相对宽松，同样使用波音787-8的远程廉价航司，例如新加坡库航和澳洲捷星，都给787-8摆了330个座位。英国的途逸航空的787-8在设置47个超级经济舱的同时，总座位数量也达到了300个。此外，也有人说拉链航空的航餐和行李收费都不算高，总体价格平易近人。由于价格公平，硬件厚道，搭乘它的感觉不太像廉价航空，而是自助航空。还有就是日航的服务非常的优秀，空乘态度和蔼，客舱里的行李和餐食服务减少之后更加安静，反而更加心情愉悦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拉链航空的业绩如火箭般的攀升。2023财年，它的营业收入是317亿日元，2024财年迅速达到了605亿日元，增幅高达 90%。 还有消息说，拉链航空2024年的利润是61亿日元，远超同门兄弟春秋日本航空。春秋日本航空是春秋航空在日本开办的廉价公司，后来因为经营不善，控制权落到了日本航空集团手里。现在疫情过去，春秋日本航空重新定位为主营中日航线，但是它一直只有6架波音737-800，很多人认为不如关门，由拉链来代替。拉链航空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呢？许多分析认为，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廉价航空，而是对全服务进行了细分。它没有把座椅摆得太满，餐食和行李收费不太贵，显示出对乘客的尊重，也让自己表现得不那么贪婪。实际上，它也许定位在了全服与廉价之间。全服务航空免费吃免费拖的模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，当前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。现在即使长途越洋航班，依然有乘客只背双肩小包，依然有乘客对航餐不感兴趣。拉链航空将这些内容单独处理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利于公平消费，也有利于环保。拉链航空的另一个压力可能来自于全日空。眼见拉链的红火，全日空在2024年也推出了类似的模式，叫做 Air Japan。 全日空下手非常的狠，不仅给 Air Japan 的787-8摆放多达335个座位，而且将70多架787调包给了它。也许在拉链和 Air Japan 的带领下，全球民航的全服务模式今后都会将航餐、行李托运和选座变为可选项，以减少消费者比价的麻烦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